说魏思业旧伤复发，故不能陪公主赴宴了。看来这凤之威对我家王子是情根深重啊，想着法儿的要陪咱们主子。不过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呢？咱们是不是等的有点太久了？这女孩嘛，陪情郎赴宴自然要悉心装扮。这时间越久啊，说明越喜欢咱们主子。哎，你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民女见过赫连殿下，怎么了？看你们这副神情，是不喜欢我这身打扮吗？哦，我不去便是，殿下不用为难的啊。本王现在终于明白，你对本王是情根深重。啊？你不怕危险，你愿令世人误解你的容颜，也要随本王赴宴。我何连正当真是三生有幸，因此，本王现在看到你这般的容颜，当真是世上最美的模样。服。首相姚英之女姚阳慈觐见。臣女姚阳慈参见贵妃，贵妃如意安泰。迎身吧，你就是姚相之女姚阳慈。近前让本宫看看，这位久闻大名的大才女。臣女愚钝，不敢担贵妃谬赞。亲军都督邱尚奇之女邱玉洛觐见。臣女邱玉洛参见贵妃，贵妃如意安泰。迎身吧。谢贵妃。今紫光禄大夫徐天泽之女徐如梦觐见。玉洛见过梅姐姐，姐姐一发秀美了。玉洛妹妹，还不快快觐见公主殿下？嗯。臣女邱玉洛参见公主殿下。早有耳闻，殿下国色天香，今日一见，当真是惊为天人呐！你是邱都督的女儿？那你是不是认识一个人叫魏之啊？臣女不曾识得此人呢。敢问殿下啊，那没事。那本宫与你没什么可说的，过去吧。迎身吧。谢贵妃。亲军都督邱尚奇之生女凤之薇觐见。民女凤之薇参见贵妃，贵
贵妃如意安泰。你就是邱都督的生女，这长相还颇为清奇呢。贵妃谬赞了，民女的样貌不但清奇，还颇有知晓而提之功效呢。真是个有趣的小娘子。嬷嬷，把我的青稞子赏赐于她。是，平身吧。多谢贵妃。上书左丞周世昌之女周东陵觐见。你是邱都督的生女，那你认不认识一个人，名叫魏之啊？啊？嗯？魏之，你认识吗？啊，启禀殿下，那个魏之，就是民女的表兄啊。真的？啊，那你快给我讲讲，你的表兄怎么样？你快讲讲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18年前的冤魂犹在。母妃，这密函到底是何用意啊？母妃，琪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无论母妃有何难处，只需告诉琪儿，琪儿定有办法保母妃无虞。燕妃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可天知地知，为娘自己亦知。18年前，是我害了他的性命。起来吧，母妃。母妃，母妃天性纯良，彼时定是被那常氏所利用。不过如今母妃也真是糊涂啊！这牌位若是被别人看见，岂不是惹出了滔天的大祸呀？如今六王兄由于将那当年的旧案翻出，势必会引起常氏的警觉啊。这也是今日我早早召你来的原因。母妃，这是何物啊？你自己打开这锦布看看。金龟，这本是昨日我备的寿礼。想在宫宴的时候献给陛下，可一早子因几次三番要用贵妃赏赐的锦盒装置礼物，我甚感奇怪，这才发现这金龟居然在我的宫中出现。常贵妃，这是要将你我二人
赶尽杀绝呀！他若定要将我儿子置于死地，我便现在就去向陛下自首。母妃，母妃，母妃不必心慌。此刻面圣没有凭据状告常识诬陷母妃，也无法防范他不会有下一次，只不过是先折了自身罢了。可那如何是好？视而不见，佯作不知。朵儿姐姐好，贵女客气了，奴婢不敢当。姐姐，您是在贵妃驾前行走的人，这身份啊，自然要比我们要尊贵得多。姐姐，贵女有何吩咐？妹妹就是想知道，今晚宫宴上，楚王宁毅会就坐何处？贵女且安心，奴婢随即向贵妃禀明，将贵女的座次安排离楚王左近。那妹妹在此先谢过姐姐了。放肆！是你，你好丑！你怎么能想到这个法子？你不怕丢脸吗？我开始好奇了，好奇这赫连真看到你这副容颜，他会是什么表情呢？你嘴里是什么？谁叫他纠缠不休啊？反正这皇宫内无人识得凤之威，若说是丢脸话，那也是他赫连真丢脸。你还说我睚眦必报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可是堂堂的京师王子，他倾慕于你，你就这么戏弄他？长成他那副模样，谁稀罕他倾慕啊？那要长成什么样的容颜，才配得上你这张绝世容貌的脸呀？臣女华宫梅见过楚王殿下。臣女邱玉洛见过楚王殿下。殿下这是在聊什么？这样高兴？为什么不回答本王的问题？这位贵女，楚王殿下正在与民女比对容颜，民女以为楚王殿下不但比我美，甚至比大多数女子都美。二位贵女可赞同民女的说法呀？你长得这么丑，但这么会说话，顺耳、顺眼吗？你就长得如此丑了，也比这宫里所有的庸脂俗粉好看100倍。梅姐姐，这凤之威呀，无耻得很呢。有一次，楚王殿下来我府中做客，不知羞耻的凤之威直接有意勾引楚王，被我母亲赶出了家门。没想到如今还有脸来参加宫宴。就凭他这样的容颜，也敢觊觎楚王殿下，真是不要脸！姐姐，你可不知道，他是故意扮丑的。故意？这天下还有女子会故意扮丑自己的？听闻
他是跟着京师国的赫连王子一起进宫的。这玉洛猜想，他既想进宫见楚王，又不喜欢赫连州，所以嘛，我看他还真是心机深重。玉洛，你快跟我讲一讲，他都有什么所长啊？他哪里有什么所长呀？他只有啊，连女学都没进过。当真？嗯。依兰宫。叶儿，叶儿，母妃来呀！母妃，你在哪儿呀？谁？你是谁？为何会在这依兰宫里？你是林英姑姑，我是宁毅啊！你还活着？你还在这宫里？林姑姑，我是宁毅，我是宁毅。母妃忌日，她显灵了，让林英姑姑和我在这儿重逢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，姑姑？灵英只是奴婢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多少遍，你们才能信得过我？难道之前有很多人来问你吗？来逼迫你说什么吗？林姑姑，我真的是宁毅。我母妃红逝之前发生了什么？我母妃不是暴病而亡的，对不对？灵英只是个奴婢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姑姑，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是宁毅呢？我小时候爱吃你做的醍醐饼，只有你做的我才吃。我是宁毅啊！我真的是宁毅啊！我是你的义儿。这18年你去哪儿了？你还活着，为什么不跟我见面？
是你，果真是你，是啊，姑姑，姑姑，是你不是就想知道燕飞是如何轰制的？那你便听好了，他的确不是暴病而亡。我知道，莫非一定不是暴病而亡，是有人害了他。是谁？是谁？害死他的是你！燕飞为义而死，燕飞吃了所有的苦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没有眼盲，你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，这玉兰宫，它才是真相。这玉兰宫里一切都是假的，这从来都是燕飞的地狱。姑姑，姑姑，不是，不是。从今往后，下旨封禁怡兰宫，擅闯进宫者，杀无赦。莫非叶儿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咦？你怎么了？下雨了，你快去躲躲雨啊！宁毅，滚！滚！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吧。不在你莫非身边陪伴，何时来见朕呢？父皇，儿臣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父皇成全。说来听听。儿臣知道，自从父皇降旨，将立储密诏放入金柜之中，朝堂之上便不乏议论之声。既然你言及此事，朕倒很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回禀父皇，若儿臣全无半点好奇之心，那便是欺君之罪。不过，儿臣所想，却是为父皇感到欣慰，为社稷有托感到欣慰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只要那金柜之中乃是父皇所愿，那同样也是儿臣所愿。你能有如此通透的想法，
朕当真欣慰。说吧，这与你那不情之请有何关联吗？有何关联？儿臣此刻也不敢妄自揣测。父皇，儿臣只想让父皇务必相信，无论何时、何事，儿臣与母妃对父皇之心从未改变。儿臣一直都是那个听父皇话的齐儿，母妃也还是那个视父皇为天的王氏。请父皇明鉴。很好，朕便应允了你。儿臣叩谢父皇大恩。谢父皇。看来，朕要给皇子们添把火了。你进来的时候，没有被人发现吧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不知。这是我母妃生前生活的地方。那也就是殿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。8岁之前，我就一直在这里。但是我昏迷之后，再醒过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既是你母妃故居，怎可随意烧了旧物？万一毁了什么有意义的东西，岂不后悔？人都没了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当真，千真万确。走，去昭庆殿。是。那是我母妃的画像，是我父皇亲手画的。只有知情的人，一笔一画，才会如此惟妙惟肖。可是这画像，怎么？你怎么换上女装之后，就开始扭捏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人都没了，都是身外之物。我是怕你睹物思人。你怎么没有刚才丑了？
你知道，随意诬陷他人私闯进宫，可是死罪。奴婢不敢欺瞒贵妃。贵妃，小女刚刚听闻此事，也觉蹊跷。究竟是谁会有这样大的胆子？但仔细想想，今日进宫赴宴的也不全是世家贵女、皇亲国戚的，就觉得极有可能。还望贵妃明察。姨母，姨母，今天你这还挺热闹哎。这奴才禀告，有人私闯怡兰宫，又眼神不好，说身形像个女子，要我看啊，就是捕风捉影。竟有此事！今日可是父皇的寿辰，若真有人冒此大不韪，那到时候触怒了父皇，姨母你也难逃干系啊！你可是后宫之主啊！来人，在。去给我借一队金羽卫，跟本宫前往怡兰宫。是。雨婷啊，莫非薨逝之后，这怡兰宫就成了禁地？父皇下旨，任何人不能靠近此地，若有抗旨，斩立决。你这么莽撞的来到这里，应该已经被他们发现了，也一定会借机生事。我现在是凤之薇，一个面貌丑陋的民女罢了。陛下宽慈，不知者不怪，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包围怡兰宫，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。那我们的人来了。殿下，你快去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，我去认罪，大不了就挨几个板子罢了。嘿，本王担心的是，你被认出来是未知人，那可是掉脑袋的。来，公主殿下，你不能进呐！你难道忘了陛下的旨意了吗？无诏不得入内，否则斩立决呀！殿下，你忘了那前年才进宫的惠美人，她是怎么死的了吗？姨母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？嬷嬷说的对，既然如此，去请旨陛下搜查怡兰宫。是。讨旨搜宫。是陛下。这常贵妃好大的火气呀！何人招惹了她？这是又要搜谁的宫院呀？回禀陛下，是搜怡兰宫。又是为了宁毅？陛下圣明，如今常贵妃带着金羽卫把怡兰宫团团围住，里边的人出不来，外边的人进不去呀。抗旨的心思不正，遵旨的也未必纯良。朕要休息，谁不见？遵旨陛下。日落足语。
母妃，你有冤屈，所以才已魂魄不散。今日既然见到儿臣，就把冤屈告诉我吧，儿臣一定会为母妃伸冤昭雪。如意，多么帕里萨苏里，所以米那莫诺。好，儿臣记住了。儿臣一定会为母妃讨回公道，手刃常氏罪人。启禀贵妃，陛下歇息，不见。回宫，今日只是谁再敢提及，本宫绝不轻纵。母妃，你一向手段果敢，心思澄明，怎么会看不出这是宁毅故意为之的呢？千万不要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。不，母妃看见了，真真切切的看见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已经忘了雅乐那个贱婢的模样，可今日方知，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，都在母妃的心里。她是来索命的。母妃，相信儿臣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个宁毅，因为他找不出任何的证据，所以装神弄鬼来吓唬你的。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！一旦露出端倪，以父皇当年对雅乐的盛宠，我们母子俩就没有退路了。一定要醒一醒。对，双儿说的对，母妃只要先借你父皇之手，除掉王才人，雅乐即便是真有魂魄，我也能令他魂飞魄散。生儿，母妃的妆容可还整齐？儿臣的母妃必定是艳冠六宫。母妃，千万不要忘了，父皇寿宴之时，一定要办妥儿臣纳妃之事。儿臣还想凭此增添羽翼。对，本宫的皇儿身份尊贵，哪一个朝臣之女不想攀龙附凤？今日依兰宫搜供一事，貌似不了了之了。你可知是何缘故啊？陛下，
今日乃天长节，想必贵妃和殿下不愿惹什么是非，惹陛下扫兴。真的天长节，只怕是给他们搭了个戏台子。这一个一个的，怕是急着要粉墨登场了。楚王殿下，殿下在想心事？没有。楚王这是怎么了？今天不是他父皇寿宴吗？一直黑着一张脸，好没有修养啊！今日既是他父皇的生辰，却也是他母妃的忌日。难怪啊！陛下，生儿时常提及遥相之女遥阳慈，人称天圣第一才女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通，贤良淑德，乃天圣贵女之首，想必与生儿足堪匹配。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啊？遥相之女，好，很好。那陛下可是答应臣妾了？真是妙哉！韶宁公主父皇福泰安康，万寿无疆。真不敢相信啊，朕之爱女，竟学得如此曼妙无字。韶宁谢过父皇。皆因儿臣实在是想不出来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珍奇异宝是父皇没见过的。思来想去，也就只有儿臣亲自献丑，以博父皇一乐。韶宁有心了。父皇的寿诞，韶宁相信王兄们必然更加用心。不知道六王兄为父皇准备了什么寿礼呀？王妹跳的可真好啊！父皇，儿臣也备下我母妃用过的琴，儿臣想抚琴一曲，为父皇奏乐，不知父皇可准呢？楚王爷有心了。对了，贵妃，适才所请之事，陛下，今日大喜的日子，不如喜上加喜，请陛下赐婚生儿于朕之寿诞。皇子赐婚，喜上加喜，是个好主意。贵妃确是朕的贤妃啊！臣妾谢过陛下抬爱。生儿，还不快上来，谢过你父皇。先不忙谢恩，朕自私不聪，爷王妃早逝，楚王和老师尚未婚配，宁齐也该纳一侧妃。不如借今日，众府贵女云集，一并为诸皇子各择一良人，来个五喜临门。哈哈，贵妃你看可好？五喜临门，好，当然好了。陛下所愿，哪有不好的道理？儿臣叩谢父皇。凭什么？谢父皇。
哎，六弟，难道你觉得父皇所愿有何不妥吗？父皇，儿臣在今日无心选妃，还望父皇见谅。今日乃父皇寿诞，无喜临门乃是大吉之兆。可六王兄却要抗旨，这不是忤逆父皇大不敬吗？启禀陛下，公主殿下方才所言极是。今日陛下寿诞，无喜临门，乃是大吉之兆。倘若楚王殿下当真不愿选妃，本王或可来凑个数，也当作是我金师国对天圣陛下的祝福。贺连征，你敢！贺连王子，你也要与朕的皇儿们一起选妃？陛下，其实本王早已选好了。陛下赐婚即可。陛下，此女乃邱尚奇的外甥女。哦，陛下，使不得。陛下，民女无才无德，是万万配不上金氏王子的。陛下，请看。民女这副容颜，当真是怕折辱了赫连王子。启奏父皇，儿臣刚才婉拒选妃，实乃儿臣心中并没有所属之人。但方才我看见赫连王子出来我天圣，竟主意一位相貌丑陋之女子，让儿臣心生钦佩。想来一切都有因缘，所以恳请父皇出题选妃吧，看一看儿臣和各位兄弟们与各位贵女是否有缘，可好？当然，也请赫连王子和这位女子一同参与。楚王这法子也是有趣的很啊，让朕好好想想。这缘分之事，要如何来验呢？谢父皇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所谓缘分，一则在天，需天赐良机；二则在人，需心意相通。朕的试题便由此而来。陛下之题是令各位皇子殿下各书一字，在此间中。题目便是：这天地间，何为人之根本？诸位贵女可随机选择其一。倘若选择了哪位殿下的字，
那便是上天恩赐良缘而无。若贵女依据此字所解之意，与题字的那位殿下心中所想不谋而合，则为心意相通。臣女华宫梅愿抛砖引玉。此乃楚王殿下所题。臣女不知殿下此为何意。本王已经解了父皇的题，贵女看不懂吗？殿下明明没有解题。那就是本王与你并非心意相通喽。陛下，此乃一张白纸，这让臣女如何与殿下心意相通？怡儿啊，说说，这是何意啊？父皇，儿臣已经答了父皇的题，是他自己没有答上来。殿下，岂非是故意戏弄臣女？依本宫之见，楚王殿下并非戏弄此贵女，而是在戏弄陛下。贵妃所言极是。父皇赐婚，六王兄却推三阻四，你自己要父皇出题，却呈上一张白纸。今日乃父皇寿诞之期，你却一再与父皇作对。敢问六王兄，你究竟是何居心啊？这明晃晃的白纸，怎的少年越看越像那祭奠王者所用之物呢？大胆！陛下恕罪，贵妃恕罪。民女只是想着，楚王殿下这题解的，当真是妙极了，也是失了神。他何时解题了？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写，只有一张白纸。可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写，只是一张白纸，所以才妙啊。那你来解解，他这是何意啊？陛下所出之题，乃是这天地间何为人之根本？音律之根本，乃大音希声；形象之根本，在大象无形而人之根本。便如这张白纸，正所谓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人在这天地间，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便能做到不喜、不悲、不嗔、不怒，与天地共生，与万物共寿。所以明明想，这便是楚王殿下对于人之根本的解答，更是对陛下寿诞的祝福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！六王兄果真有大智慧，这位贵女也当真是才思敏捷。如此看来，适才宁记所写的答案着实是幼稚了。儿臣亦同祝父皇不悲不喜，不嗔不怒，与天地共生，与万物共寿。
恭祝陛下与天地共生，与万物共寿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等等，不知楚王殿下与眼前这位女子是否心意相通啊？父皇，请开恩。儿臣之前就说了，今日儿臣无心选妃。虽然这位贵女才智过人，但长相诡异，所以留待儿臣日后好好留心就是了。哎呀，行了，都下去吧。陛下，这回我们验验遥相之贵女与哪位皇子有天赐之缘啊？此乃燕王殿下所提。启禀陛下，是一个爱字。修行之僧侣，一生常伴青灯古佛，看破红尘，最终涅槃成佛。他们看似并无世间之爱，却有着普度众生之爱，并以此为毕生所求，乃称大爱。臣女想燕王殿下势必不会为世俗之爱所累，以此为题，燕是想借臣女之口来咏颂陛下。视天下百姓为心中所爱，江山社稷得以万世永存。父皇，姚氏贵女所言，字字皆为儿臣心中所想。由此看来，儿臣与姚氏贵女乃是心意相通，恳请父皇成全。启禀陛下，臣女有个不情之请，望陛下恩准。说来听听。臣女请陛下恩准，另选一张书笺。姚氏何意呀？天定之事，岂容你另选？难道你要违背天意，违背陛下定下的规矩？臣女不敢。无论选到哪位殿下所题之字，都不会改变臣女的天定之人乃是燕王殿下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多此一举？臣女只是好奇，还望陛下成全。朕也觉得好奇，准。谢陛下。念呐。启禀陛下，同样也是一张爱字。竟然胆敢有人弄虚作假，欺哄于朕，哈哈！陛下息怒，想必
或许是哪位皇子与生儿兄弟连心，提了相同的字呢？琪儿，不知你所提，所谓何字啊？回禀父皇，回禀贵妃，儿臣的确也提了此字。这么巧？启禀父皇，只怕姚氏他的天定之人很难分辨，不知是二王兄呢，还是七王弟呢？既然天意如此，只怕臣女福伯无缘嫁入皇家。陛下，时辰不早了，不妨看看几位殿下送来的寿礼吧。莫非你可当真相信这世上有佛祖？那是自然。穆妃吃斋念佛这么多年，怎会不信呢？好，那今日无论发生何事，穆妃只需相信佛祖会保佑你的，万万不要心慌害怕，尤其莫慌了神，说出不该说的话呀。琪儿，你我母子二人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，就让为娘去向你父皇坦诚。穆妃与儿臣同为一体，若穆妃食言，你我母子二人将万劫不复啊！宣王才人魏王殿下进城贺礼，恭贺圣寿。殿下，办妥了吗？都办妥了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殿下你这么做究竟是何用意？本王也只是推测而已。你要记住，只要大殿里响起女人的哭泣声，就开始。早1分不行，晚1分也不行，记住了吗？楚王明义，进献寿礼。子子还迎主，孙孙日月齐。寿春皆寿玉，万国敬前起。儿臣恭祝父皇寿比天齐。楚王献闽海通宝1枚。父皇，这闽国公真是心思巧妙啊！他私铸的闽海通宝，用的材料竟比我朝廷所铸长溪通宝少了1株还多。儿臣进献这枚通宝，请父皇借鉴这开源节流的妙法。王子，
安不忘危，臣所愿。愿思危困，必无危。父皇，明鉴。哼，好一个愿思危困，必无危啊！少渊，老奴在，替朕好好收着。老奴遵旨。凭什么？谢父皇。永寿宫王才人为王宁祺进献寿礼。臣妾恭祝陛下颜开锦绣，命比乾坤久。好，朕长长久久活着，你也长长久久陪着朕，凭什么？谢陛下。金贵，王才人，这是何意啊？紫英姑娘，你这是从何处得来的此物啊？这分明不是母妃为父皇备下的寿礼啊！殿下恕罪，奴婢只是在永寿宫取寿礼，也许是一时疏忽，拿错了。原来这金柜，妹妹早已备好了呀。启禀贵妃，臣妾当真不知此物从何而来，又为何在臣妾的宫中啊？哦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？那魏王呢？你也不知道此为何物吗？回禀贵妃，此物看着像是父皇收藏传位诏书的金贵要略。陛下，陛下将后宫交托于臣妾，实在有余。如今竟有人在后宫仿造金柜，其心可疑。幸得上天庇护，在陛下寿诞之日奸计败露，还请陛下彻查此事。臣妾失职，自愿受罚。魏王可有话说？儿臣始终只有一句话：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只要这金柜之中乃父皇所愿，同样也是儿臣所愿。儿臣想让父皇务必相信，无论何时、何事，儿臣与母妃对父皇之心从未改变。儿臣一直都是那个听父皇话的齐儿，母妃也还是那个视父皇为天的王氏。请父皇明鉴。七弟，为兄本与你是同心的。金柜之中，乃是父皇所愿，既是儿臣所愿。时至今日，你母妃宫中藏匿着这仿制的金柜要略，七弟不得不让人怀疑，你是想偷天换日，夺嫡篡位吗？没有，妻儿什么都没做过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哦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是王才人你一手操办的了。
臣妾什么都没做过，陛下明鉴啊！七弟，听为兄一句劝吧，向父皇认个错，知错能改，父皇一定会宽宥你们母子。陛下，妻儿什么都不知道。陛下明鉴，臣妾也从未见过此物啊！陛下明鉴啊！王才人，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吗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楚王殿下，你这是何意呀？难道你要包庇他们母子？本王有哪一句话是在包庇他母子？我哪一句话不是在帮着贵妃你，逼王才人说出实情呢？你没有听明白吗？陛下，夺嫡篡位乃是关系社稷的死罪，还请陛下将这母子二人押至宗正寺受审。王才人，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啊？在你的宫里发现了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之后你就犯下了谋逆之罪。是。就跟当年一模一样。王才人，休要胡言乱语，罪加一等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18年前的幽魂犹在，你还想一错再错吗？王才人，报应，报应啊！母妃。记得儿臣跟你说的话吗？无论发生何事，佛祖都会保佑你的。你什么都没有做。父皇，儿臣恳请父皇将宫女子音押下去，严加审问，方能知晓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。陛下，王才人已经亲口承认有罪，还请陛下将他押至宗正寺。宗正寺本王很熟，本王在那儿度过了凄苦无依的8年，那儿什么都没有，除了狱卒，我只能跟树木和窗外的鸟儿说话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愿意让七弟步入本王的后尘吗？他可什么都没做。我的妻儿什么都没做。对，他什么都没做，而你做了什么？母妃，母妃，母妃，你做了什么？老天会保佑你的，母妃。陛下，母妃。是他回来了。是。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。母妃，你什么都没有做。妻儿，佛祖也保佑不了我。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母妃。是我害死了他。害死了谁？你说。是我害死了他。王才人，说出来。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母妃。陛下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有罪。18年前。18年前什么？18年前发生了什么？
是我。陛下，传御医，传御医呀！公主殿下，请留步。公主殿下，陛下正需休养，请公主殿下回宫待诏。父皇现在龙体欠安，身边怎能少了本宫的陪伴？说不定见了本宫，父皇的病也能消大半呢。你且让开，本宫要见父皇。殿下，老奴也是奉命行事，请不要为难老奴。我看看今日谁敢拦本宫！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请留步。公主殿下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少宁来了。父皇，你怎么病得如此重啊？少宁从未见父皇如此孱弱过，你吓坏少宁了。生老病死是人常态，身为帝王也不能免。父皇，少宁不许你这样说。你来了，朕已病愈一半了。父皇，从前少宁生性顽劣，总是惹父皇生气。从今日起，少宁都改。少宁只求父皇快快好起来。父皇，你快答应少宁。朕答应你。真的吗？朕何时骗过你啊？父皇从未骗过少宁，少宁信你。你比你那几位王兄贴心呐。好了，朕累了，想歇息歇息。你先退下可好啊？不要，少宁要陪着父皇。公主殿下，御医们说，陛下要安睡养神，请公主殿下先回宫吧。我。少宁啊，父皇无大碍。父皇，那少宁就先退下了。是你背叛在先，朕让你占卜国作，你又欺瞒朕，可见这些年你在朕身边，竟全无半点真心。为何毒血给朕？陛下自是不世之才，自能国策万年，又何须我这小小异族女子占卜？这血吗？我也为义儿喝下了，当可保你们父子同命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卑职参见楚王殿下。太医令，看你们这个一筹莫展的样子，难道父皇的病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启禀殿下，这为难之处，不是陛下的病情，而是陛下不肯用药啊。哦，我去劝劝父皇。啊，殿下，务必劝陛下按时服药啊。见过楚王殿下，殿下来得正好。给使，你也是因为父皇不愿意服药而着急吧？我去劝劝父皇。哦，且慢，殿下。方才贵妃与燕王殿下刚刚来过。陛下心中有些不愉，正好殿下来了，与陛下叙叙话，也许就好了呢。燕王母子也应该是来探父皇的病。父皇是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愉啊？哦，陛下并未召见贵妃与燕王殿下。楚王殿下，老奴多句嘴。这病重之人，最在意的不过是个孝字。哎，燕王殿下急躁了些。我懂了。可是一儿来了，快快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，你怎么不爱惜您的龙体？讳疾忌医可不是您的性子。先放一放，朕一会儿再服。你先与朕说说，这2日朝事如何？下去吧。父皇，您趁热喝吧，凉了药效就是了。朝中没什么大事，您喝完了之后，儿臣慢慢告诉您。不喝不喝，太苦了。父皇，您说这话像孩子一样，那儿臣帮您尝一口，看看是否像您说的那么苦。罢了，朕装病装的也虚烦了。一儿，来，陪朕议一句。陪朕议一句。父皇，还是让赵给使陪父皇一起吧。我看父皇跟赵给使这戏唱的挺开心的，儿臣都懂了。儿臣先告退。父皇。儿臣告退。这孩子知道实情，反倒起急了。陛下，这不正是楚王的一片孝心吗？申儿啊，母妃这2日身子骨发虚，
就让张玉仪来诊脉，又一打探了一下，这王氏母子已经拜见了你父皇，宁毅也拜见了你父皇，这势头可对咱们母子不利呀。母妃，此话说得太早了，儿臣绝不会坐以待毙的。母妃，诸事不用您费神，有儿臣在，儿臣绝不甘心。何止你不甘心？你父皇这一病，母妃这辈子啊，到头来也就是一个妾。你说，这以后跟你父皇同葬一穴的，还是先皇后，不是母妃。母妃不必担心，儿臣绝不会让母妃受此等委屈。儿臣会完成母妃的心愿。儿臣的母妃一定是天生的太后。生儿啊，你是母妃唯一的希望。经过这些事儿，母妃都想明白了，只要咱们母子在一起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母妃的意思，儿臣明白。可是只要那《金匮要略》里写的是宁毅的名字，他日宁毅一旦继位，何止你我没有活路，我们整个常氏都没有活路了。你有何打算？儿臣已经传唤了张御医，此人负责父皇的事要，他能帮咱们一个大忙。生儿，母妃，现在不能再犹豫了，必须搏上一搏。只要父皇的病情不明，儿臣就可以对《金匮要略》下手了。见过燕王殿下。免礼。殿下召臣来，是为了贵妃的急症吗？不，是本王有急症，需你来医。殿下，您这是……张御医，本王就不同你绕弯子了。张御医，自建朝初，你入太医院，医术精湛，擅长针灸疗病，出手病除。只可惜，你这等高明的医术，却只能为父皇试药，因为你的上头还有一个太医令。本王说的对吗？你何不取而代之呢？本王可以帮你。殿下，小的不敢设想。没什么不敢想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本王。只不过，本王府上的人此时应该已经去贵府登门拜访了。殿下，求殿下饶了小的。张御医，起来吧。平步青云，或是全家陪葬，你只能选其一。殿下，您要微臣做什么？父皇的医案在太医令那里，本王想看看。
怎么了？我梦到自己死到临头。反的。什么反的？梦是反的。司业，叶家族长来信了。少宁，父皇当真病体沉重吗？父皇的寝宫中满是参汤的味道。参汤？那父皇岂不是？二王兄，我不想去清明了。父皇若是不测，王妹，正是因为父皇身体病危，所以你更要去清明走这么一趟。你想想，舅父现在雄心不老，而今贵中如果是其他人的名讳，天生将大乱呐！只要金贵中不是宁毅的名字就好。王梅，请放心，为兄不会让他如愿的。这《金匮要略》上若写的是宁毅，你我都要去赴黄泉。你生儿哥哥看过《金匮要略》，会用火漆附上，不会让人察觉的。族长的意思，长毛洋一事并不难做到，只是如今明海航运军规船舶事务司下旨，所以运输一节还需朝廷下旨明海，方能达成。果真如怀师兄所言，如今陛下龙体欠安，一时很难请到旨意。有喜事，病就好了。依依总能一语中的。启禀司业，燕王和公主殿下驾到。见过燕王殿下，见过公主殿下。魏司爷，我这王妹啊，从来不肯循规蹈矩。这不，父皇派我把她带回书院，就是想有请魏司爷代为管教一二的。本王替父皇谢过魏司爷。燕王殿下所言，微臣愧不敢当。魏司爷，快请起。哎呀，燕王恕罪，臣这腿疾又犯了。魏之，可需请御医来看看。少宁，此事为兄来办，你切不可打扰魏司爷将养。为兄这就带你去书舍安置。臣谢过二位殿下。走吧。魏之，那我回头再来看你啊。恐怕是来者不善啊！看来我这腿疾一时半会儿难好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赶紧进宫侍疾呀！此时不演孝子，更待何时啊？我这父王真是亘古未有，为了躲避本王母妃一案，竟然可以称病。我倒觉得你这父皇的病装得好啊！你想他这病一装，燕王开始头疼了。为何我要身在皇家，连最普通的父子亲情都要拿来算计吗？殿下，你还有我呢，我永远不会算计你。我是绝不会这么算计我自己的孩子的。自己的孩子，在哪儿呢？你得先把孩子他娘找来再说，对吧？子言兄，在沂南宫，凤之薇曾问我，为何总是利用他，算计他？你是如何回答的？我原本以为我绝不会算计他，可是到如今，
可能是我们宁氏一族血脉就是这样吧。殿下，殿下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是动了真心了。你是不是还打算把她娶做楚王妃呀？我都无法描述我跟她的过从，先不谈将来事。你不用描述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必为愿望。好。哎呀，既然你是真心喜欢他，这样，你我莫不如就趁他守着金匮要掠的时候，给他再烧把火，让陛下把他罢免了。你已经把他打发去了清明，怎么还不放心？我这是为他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当然，我主要是为你好。如今的朝堂风云诡谲，一不小心被人捏着小辫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也担心他。是啊，你到时候闹不好，这孩子他娘一命呜呼，不就全完了吗？子燕兄，我不管你未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，只要事关凤之威的，请务必与我商量，好吗？好的，务必，务必。孝子还得去演。燕王请。燕王请。四爷免礼。谢殿下。本王白日见四爷疼痛难忍，颇为心焦，所以特意从宫中请来了张御医给您看看。殿下思虑周全，魏某感激不尽。我已经好多了。启禀燕王殿下，四爷刚刚服过药，确实好多了。四爷何须如此客套啊？这剑伤不容马虎对待，必须要根治才行。否则，以后成了跛脚四爷，岂不是大煞风景？燕王殿下说的在理，四爷这腿疾既是剑伤所致，恐怕仅仅靠内服药物是不能根治的。老臣一向擅长针灸之术，还是让老臣为四爷诊治为好啊。四爷。禀告四爷，蒋文堂打起来了，公主殿下她，四爷快去瞧瞧吧。我马上就去。殿下，魏某奉旨监管清明，只怕不能不去过问。殿下此番好意，魏某心领了。四爷何须客套，少宁也在书院，本王与你一同前往。既然四爷不愿意诊治，那老臣就回宫了。怀石。还不快帮张御医整理？是。四爷小心。啊，没事儿，我自己来。四爷，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情况，还请四爷多多体恤我王妹，因为父皇最近龙体欠安，所以我王妹难免有些心烦气躁的。哎，燕王殿下。不知陛下这病情可有好转？微臣本想入宫探望陛下，怎奈金匮要掠在此，不敢有虚一说。燕王，可否代魏某问候陛下呀？哎，恐怕父皇一时半会儿难以痊愈了。不过四爷的心意，本王一定会带到的。只是金匮放在清明，着实有些个……嗨。父皇的旨意可能另有其深意吧。四爷小心。既然殿下提及此事，那微臣就不瞒殿下了。此事确实不妥呀，
这清明虽是皇家书院，却连守卫都没几个，朕恨不得每日抱朕的金龟睡觉，不免焦灼万分，想请陛下收回旨意。实在不行，哪怕微臣携带金龟入宫看守，也比在此地安全呀。对呀，我何不明日入宫，向陛下言明此意？殿下可愿帮朕为谋一二？本王倒是愿意效劳，不过父皇最近不宜劳神，所以魏思业还需忍耐数日。没事没事。三羽，我来。哦，不可煽动。老朽的这每根金针都有它的固定位置的。您请。停！小爷说两句公道话。公主说随我敞开手脚，敞开就敞开嘛，咱又不是输不起。谁知现在公主您输了，却不给赌金，您这不是赖账失信于同窗吗？本宫出宫随身从不带银两。这鱼符，皇家敕造，陛下亲赐，你们哪个有胆量，尽管赢了去。哎，公主此举是何用意啊？我等拿了这渔夫，岂不是拿了烫手的山芋？公主，您有银子玩，没银子拿2块，那带着。杨洋宇，哎，你欺负我！你还欺负我呢？我赢了，银子呢？少宁，像你，我的好王妹，为兄一时不在，你怎么闹出这么多事端呢？啊，还不赶紧跟王兄回宿舍休息？王兄，看这些个臣属之子，欺辱皇家公主，竟还敢指责于我！我要回宫找父皇理论去。不至于吧？啊！你是何居心？那个老朽，看阁下眼底发黑，必是睡眠不足。老朽想为阁下诊治一二啊。说谎，此乃皇家御医，莫要给先生带火。四爷房内有秘密。爷，你出去。姚阳宇，学生在。尔等切莫昏头失了体统！谁给你们胆量，敢向公主讨要筹码？燕王息怒，还请公主见谅。还请公主见谅。燕王息怒啊！还请公主见谅啊！别生气了，为兄已经责罚过了。改日再给他点苦头吃。姚阳宇、聂文月，尔等于书院聚众赌博，顶撞公主，触犯院规，着禁闭3日，以自刑。学生遵令。学生遵令。思业请息怒，都怪本王管束不佳，所以少宁任性，还请思业免了这些学子们的处罚。姚阳宇，学生在。你觉得本官罚你可冤啊？回禀思业，不冤。2位殿下且安心，学子们自会好好反省的。来人，在，带他们去禁闭室。是。
二位殿下慢走。怀师兄，恐怕要劳动你跑一趟了。殿下，这不，可曾得手？防范太严。不过那个顾呆子直言，司业坊中有秘密。那个秘密，必定就是那个金匮要略。二王兄，那咱们原本打算趁乱偷看金匮要略的，可如今魏知把那些学子都关起来了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呀？林阳物是如何了？殿下放心，业已安置妥当。清明魏司业属下晏怀石，见过楚王殿下。你漏夜前来，魏司业有何要事？司业命在下将此物亲手交于殿下，再无要事。啊，没有要事，你回吧。本王也疲倦了。殿下，请吧。在下告退。主子，你们这是打什么哑谜呢？他是来告诉我，说这次不帮他解围，从此就是陌路人了。哦，陌路就陌路好了，反正以前也没多熟。对，你这话也颇有道理。站住！刑部即办皇家重案，但有阻拦者，严惩不贷。你找我？南一，那日我与你说的话，你可还记得？他安全，你才能安全。拿去，放你房间。南一，听我的安排，他安全，我才能安全。谢谢你，南一。燕小姐，黄黄张张做什么？那个刑部带人围了书院，说是涉及皇家重案。刑部？对。好，我去禀告司爷。是。南一，一会儿你留在这里看着他，只可阻拦，不可伤人。不伤。事情就是如此，定是姚阳与他们几个怀恨在心，偷了本宫的玉符，想报复本宫。殿下，切莫哭坏了眼睛啊！微臣定当找回鱼符，公主莫急。怎么能不急啊？那枚公主玉符是本宫恳请父皇所赐，可进出宫闱，可调令亲卫，一旦丢失，危及进宫，父皇必然雷霆大怒。见过公主殿下，见过彭尚书，怎的不见燕王殿下呢？二王兄偏说本宫放错了地方，正在本宫的书舍翻找呢。公主莫急，说不定燕王殿下当真就找到了呢。未知啊，你是父皇亲封的司业，你怎么能一味的包庇那帮二世子呢？魏司爷，公主殿下言之有理啊。此等药物一旦遗失，恐怕贻害无穷啊。
还请魏四爷配合。彭某想去搜一搜这清明书院。搜？啊，彭尚书有所不知，学子们昨晚已全被魏某关进了禁闭室。何人为盗啊？昨晚在场之人，全都在禁闭室。除了魏某及2位随从，其余学子均在禁闭室。难不成彭尚书是怀疑魏某偷了那鱼符吗？哦不，彭某岂敢怀疑魏四爷？只是自古有云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为免瓜田李下之嫌，四爷也当让彭某去您的舍院走个过场，如何？彭尚书，漫不说魏某房间存有陛下的金贵要略，不得擅入；便是没有，你无凭无据搜查朝廷4品命官的家宅，你可有陛下圣旨啊？魏四爷言之有理。那您随从的书舍，彭某总可以去看一看吧？届时随从自当深系本主，魏某今日若任由你羞辱他们，岂不等同羞辱在下一般吗？魏四爷，彭某看在你我同朝为臣的份上，好言相劝，四爷却油盐不进，彭某职责所在，失礼了。你走。倪文玉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倪某自有绝技。哎，这东西好，我也得弄一把，省得以后又被关禁闭。我看看。哎，需要胡了，我有正经事，外面快打起来了，我找你拿个主意。打起来了？谁和谁啊？刑部来人围了书院，说是魏四爷偷到公主鱼符，现在正要缉拿魏四爷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公主的鱼符？这小丫头片子，定是我等昨晚招惹了她，拖累了四爷，敢来小爷地盘闹事儿。走，兄弟们，收拾他们！走。启禀陛下，楚王派吴英送来了一封信，请陛下过目。楚王此良方甚好，着实令朕很受用。赵渊，彭某在，传朕口谕：宁邑春宵，所奉良方，令朕病情稳定。是陛下。大胆！谁敢擅闯魏四爷小院？让开！让开！六弟
二王兄，你怎么会在此啊？你为什么在此啊？本王挺无奈的，少宁把公主鱼符给弄丢了，所以我怕父皇怪罪，到处帮他找找。啊，真是个天大的案子，怪不得彭佩兴师动众来到清明。王林启长，有劳六弟。六弟，你还没告诉本王，你为何在此？我当然是不放心金匮要略了，未知是个油滑之徒，万一受到别人的唆使，改了其中的真龙，那臣弟岂不是受到了牵累？六弟，这鱼符真在未知房中，你看，这个位置坚守自盗，本王一定要好好查一查，他到底是何居心。六弟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六弟，宁听宁左。属下在。左你们率本王亲卫好好守护这未知书舍，没有本王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遵令。凌晨，主子，把未知带到讲文堂，本王要亲自审他。遵令。我小小未知，竟然劳动2位王爷。一位尚书，栽赃陷害，看来我的面子不小啊！魏四爷，公主的鱼符是在你榻边发现的，你跟本王说一说，何人、何故要嫁祸于你啊？公主殿下。你当真是丢了鱼符吗？魏师，我当然是丢鱼符了。楚王殿下问得好，微臣也想知道何人、何故。恐怕是怀璧其罪罢了。魏四爷，你是无双国士，敏辩之才，但是现在人赃俱获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给本王辩解的吗？人赃啊，俱获，可笑，着实是可笑。2位王爷，怕是比魏某更加心知肚明。这鱼符为何会出现在本人的房？2位王爷为何又不请自入，出现在本人的房中呢？哎，魏学士，你这话说的可就……本王当真是担心王妹的鱼符丢失，给清明招祸，所以才进入你的房中查找。哦，对了，我进去的时候，六弟已经在你房中了，你可以问他呀。楚王殿下也是为了那鱼符而来啊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本王来自然有本王的道理，何须向你一个小小的司爷说明？鱼符之事嘛，你认也得认，你不认也得认。来人啊！把这大胆的未知关入紧闭室，暂时收押。是，请。你，我和你没完。带走。生气了，牙口还有劲儿。